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思琪。今日嘅大乡亲来关心教育议题，大家都知教育嘅新学期将开学，不过唔係搭建好教，都做得順勢嘅睇幾年來迎接新生。主要就係現在一下受到貴嘅大環境嘅影響，其實全世界都會面對係少子化嘅議題。新年嘅健康建設會對人嘅學教辦學未造成動態影響。韓國學教喺地方上其實係一個當重要嘅角色，尤其係睇及開國嘅素材。今日呢，有請嘅來賓代表，會同大家共下其中嘅討論，係學教嘅生存議題。加到面對生存危機嘅時節，按樣嘅發展出特色同學教創造韓家頭嘅價值，有機會未做得轉型做實驗教育，也當中有哪條過程我哋做到韓國有哪條嘅學習係我帶定先生韓國學教嘅一條語言，共下嚟做到嘅。今日村民大會有請大家共下嚟討論。馬上為大家紹介今日參加嘅來賓，頭位我先紹介係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嘅執行長齊運康執行長。大家好。歡迎執行長。下來我紹介係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同學習科技學嘅教授車傳春教授。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教授。下來我紹介係苗栗公館嘅南河國小校長黃山華校長。大家好。歡迎校長。前面為我紹介係南南沙中小學共學團嘅家長代表黃孔玉好。主持人、執行長、教授、校長。各位村民大會嘅朋友，大家好。歡迎我。講到一個教育議題，我想唔單止係學者專家關心，其實身為做家長時，韓國呢大家對教育議題都有一定嘅重視程度。主要就係認真講，誒呢下一代做得有韓家好嘅學習方式，韓國韓家好嘅教育。唔過呢，學教係大家接受教育嘅一個空間、一個素材。是唔過也學教辦學讀到嘅議題係4年健康建設過後，學教咪有可能無法度繼續數學生嘅來教學嘅。今年呢新學期開學過後，有哪啲位學教面對嘅正邊韓國非教嘅議題，你可以樣片整理。開學日，原定輪播嘅輪播國小準備學教嘅過關遊戲，能迎接1年級124嘅學生入學，同樣未係迎接學生嘅原定嚴重嘅扶貧國小，今年增一類新生。學生人數雖然比較少，但是呢，老師反而因為這樣子能夠分出更多的時間來照顧每一位孩子，因此對於孩子的差異化教學有很大的幫助。人事院裏邊，行協就教育部1年承辦嘅政策，面對新生增一類，學校未參前規劃嘅部分課程用歡迎教學，外省人呢同樣來學習。成個少子化建立建立開，將來啲得到家長同意過後，會用自然淘汰嘅方式同學教裁並耆。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一個學校有6個年級哦，那如果他有2個年級真的沒辦法成班的話，這個學校我們又要改成分校。那如果分校4個年級當中有2個年級又沒有學生的話，我們就會改成分班。改成分班大概原則上要準備就是要收強。本來應該係當有8地嘅學教，也點前途將傳到從業自治官韓國調位上，喺苗栗太湖嘅烏陽國小，辦學60年呢，經驗6年的同學教3個畢業生共下畢業，也學教來嘅風俗線做唔嚟落去，受到少子化影響，下來社會教會生存問題同發展，特地國家來重視關心。冇學生嘅讀書學教，其實就係面對先生冇學生嘅學教嘅一件事情，也就會影響到學教與法度順勢辦項目。其實受到大環境嘅影響，成年嘅見來見少過後，學教嘅先生未係見來見少嘅。來看呢圖片整理哦。其實也按多年來就教育部嘅統計韓國未來嘅安算，其實都係看得到呢無論係國小到高中也嘅教育成績嘅。學生嘅，尤其係先生嘅部分，當年都係減少嘅。到106年嘅時間呢，其實學生嘅人數還有到超過減嘅
20万到25万3人，是唔講呢？按呢個情形，都會可能差唔多係20年，1806年代算到20年過後嘅127億年度嘅時間。其實學生嘅人數都降到為15萬3人以下，也就是講同20年前來比，數增差唔多有10萬3，也就是講少睇按度嘅學生嘅。故所講呢，學生嘅變少過後，學校嘅面對議題就係冇學生嘅嘢，學生嘅見來見少，學校嘅見來見少見，辦學嘅方式可能會有啲為新嘅方式。故所講呢，看到新年嘅減少過後，其實小學校係見來見到嘅，也係統計嘅，啲國小嘅一個小學校嘅數量嘅部分，來看到100學年嘅時節，100學年度嘅時節，呢國小啊，含有2656間，都為10年過後，就係112學年嘅時節，其實呢國小嘅全國嘅加起來嘅總數係2626間，當中嘅減少可能爭幾百間嘅、幾十間嘅天天，是唔講呢？詳細來看，係講針對睇人數較少嘅學校啊，130人以下學校，唔看到搶色同縫色也其實係有動態嘅數量比例。再過來呢，看到53人以下嘅學校，價嘅比例同樣咪係當地人講嘅。也就是講，其實小學校開始增加過後，然之後開始想，下來學校嘅辦學係要用裁編體嘅方式，同學生嘅搬到其他學校去共下讀書，也係講呢，下來學校要開始做轉型，也其實都係見面嘅愛討論重點。故所講一開始，我先請教下校長，校長，家樣片看到係苗栗同雲林嘅啲嘅，其實學生嘅人數見來見少過後，對學校嘅辦學影響，唔實際睇學校做校長，咁真嘅按呢個情形。我這邊有一點要先做說明的，就是其實少子化對於學校的教育影響是非常大的。那我目前是南和國小的校長。那在之前，我在苑里鎮苗栗縣苑里鎮中山國小，我剛去的時候，你們絕對不會相信，裡面的學區人數只有11位。哦，我們是12班的學校。那在就是經過大家的討論之後，我們要把我們的課程整個秀出來，所以我們當時找了謝傳宗教授來指導我們做教學卓越，也很榮幸的那一年拿到教學卓越的銀質獎。可是從那一年的隔一年之後，我們學生人數就一直增加，從200人一直增加到270人，也就是我離開的那一年，就是今年離開的這一年，然後增加了蠻多人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可能就是學校要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教學，當然一定要有教授帶，才有辦法吸引學生、吸引家長到學校來念。那今年轉到那個南和國民小學，南和國民小學是一所實驗小學。我要從102年開始，因為這個王世文校長跟我是同期校長。然後呢，他到南和的時候，其實那時候學生是大概有30人左右。哦。但是他有去拿過近5年的學生人數，他預估大概再過5年之後，大概南和國小可能就要廢校了。就冇學生。對。所以變成就是說，他就一直在找尋，就是看有沒有一些變革的方法，有沒有辦法讓這個南和國小繼續的生存下去。所以那時候103年的那個實驗3法通過之後，他就找到政大的夏同僚教授，鄭同僚教授，抱歉。然後呢，就開始去研究那個耶拿實驗教育。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有找過耶拿，有找過蒙特梭利，有找過日本富士。還有華德福這幾種教學方式啊，可是耶拿是最適合南和的。為什麼耶拿是最適合的原因，是因為如果你將一個比較複雜，比如說像蒙特梭利比較複雜，你直接移植到一般的小學的話，可能沒有這麼快就能夠適應。所以耶拿是很簡單，耶拿就針對它的一個學制，它的比如說像6個年級變3個年級，就是低中高3個年級。讓他們能夠怎麼樣一起學習？其實學校本來有可能會冇學生嘅，韓國呢也都用特色嘅辦學，韓國升級轉型做實驗教育過後，其實上嘅當地嘅家長對一個小學教學嘅方式係有興趣嘅。故所講小學教係小學教冇錯，唔過呢而係講辦學真正有特色。
不会想到家长，等下会再搁来详细讨论。不过法庭还要再搁请教迄可遇，我请教就是大家总讲到的迄挺苗栗的情形，可能生人呢开始减少过后对学校的影响。不过个生人的行业教育方式本来就没许多好教，迄唔睇新竹嘅片，照顾生人呢看到的规个新竹嘅大环境，故所唔将会想要用自己学习自学的方式来改变安尼，可能係上向的资源所在係。新竹嘅资源大部分都係新竹市老竹輩較多。吼，你看外頭新竹嘅公園、圖書館，該建啥你自己都有感覺嘛？吼，該竹輩雖然係集中人口的地方，有一張動態問題，學生要抽籤，因為人口嘅分批學校唔拉，佢學校唔拉要出錢嘛。該新竹嘅私立學校，老國家咪嘅國家咪嘅實驗教育動到，係唔係外頭做得去讀嘅？啊，唔過吼，這樣子會無形中有一個階級的位差嘛。即像媽有人講，你土生人的自學，你都一天懂有錢安樣。唔係啦，其實說真的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方向。你看到的係用有限的資源去創造教育的最大化。媽做地講愛客家人客養講啊，好啊，按樣吼教育，我覺得教育。你講的是人權，不是有錢沒錢按樣。該新竹嘅呢資源版就清晰哦，該你屋企有特殊額誒，你就愛錢該複習。好，都新竹師，你將有特殊資源班可以讀這樣子。好啊，我這個用4年的時間，就是帶一群那個新竹的小孩，一行該新竹嘅呢13個鄉鎮，因為我們新竹縣有13個鄉鎮，你喺路行都3度，你就會感覺偏鄉的資源凍少，尤其係愛當地的文化愛保存，真難。我媽建議教育部吼，做得協助倆小學校可以變成一個特色學校，老當地的文化啦、歷史啦，就可以納入它的課程跟生活裡面。因為我覺得受教權跟人數的多寡它沒有相關，吼，不受做得多資源的開放，讓不同的實驗教育可以分享。好，太自家做得來，強下來幫這個學教安樣，可以創造更好。同大家強好一件事情，係可遇佢對一個自學團的媽媽，一個角度開始去看，其實佢帶生人嚟行去偏鄉所在看到嘅，其實也就細學校同菜鐵係講結合起來，冇聽錯，也就咩不想去帶點生人嚟用自學嘅方式去到學校，同學校有行下到嘅連結。故所講也係咩就真實嘅，告訴唔嘅理念，就係講，其實呢偏鄉嘅細學校啊，而同菜鐵發展有同層嘅關係。故所講細學校係講冇睇嘅，咩有可能會影響菜鐵嘅發展。係，你跟用嘅台灣啊，請講嘅地方，係你只有人嘅地方最有學校，有人嘅地方最有學校，所以有人嘅地方最有文化，文化就讓你嘅生活更豐富、更美麗。那但是因為人口的越來越少哈，你嘅學校就會越來越少，個學校嘅資源，條學嘅可以咩講啊？資源咪越來越少，沙期嘅資源咪越來越少，所以。跟有個沙期，我學校，我合作強下社區，我們要引進社區的資源到學校來，所以讓學校可以更豐富的資源來教學。你學校沒有加，學校沒有天數沙期來發展，然後學校跟沙期結合在一起，你會發地方做發展起來，冇會發你的文化，你嗰度濃厚的傳統的習俗習慣就會越來越沒落。我想跟學校那個沙期。是息息相關的。故所告訴再個強調就係，喺講學校模體對地方嘅影響就係，有可能係一步就係一個種嘅，可能係菜鐵重要文化嘅消失，也係講嘅廢村安尼嘅事情，有按嚴重係。當然會嚴重啊。學校係咁樣嘅哈，每一個村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機構。所以你看啦，我們安尼嘅上下冇幾多學校，幾多地方就下一擺就冇嘅。個村就會滅了，那個社區就滅了，嗰個地方就會冇人都會生存咧。有學校表示有聲音咧，有年輕人年輕人有文化有傳統就投給到位。那冇學校嘅表示，其他地方就
看不到希望，孩子没落了。所以啊，你当然尽量希望每一个地方的学校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要继续生存，一件事情，拄到少子化真嘅係动态的挑战。这行中，就像刚刚告诉讲到嘅啦。社學教同地方嘅發展，韓國地方方嘅文化有同層嘅關係。我想真是太好成立嘅聲音教育傳統中心，價嘅意義咩係看到嘅社學教見到，故所也就將會想會出來傳統聲音教育係。我們中心本身的工作就是要在協助很多的學校，它要面對很多的問題在轉型，所以在轉型的過程當中，我們都會希望可以從實驗教育的方式來發展。那實驗教育它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可以不需要受到課綱的限制，所以學校可以依據當地的情況，它的教師的專長，來發展出它一個在地化的一個教育。不過實驗教育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的地方是，它需要一個所謂的另類教育理念。所以在這個另類教育理念的支持之下，讓這個學校可以開始轉型。那轉型的地方裡面，它也讓整個學校變得更加活潑，跟更加有不一樣的特色。我覺得在台灣的發展過程當中，太習慣用大校的方式來去看小校。其實小校的人數只有30人、50人，其實是非常美麗的地方。然後在30人、50人的情況之下，它的教育的模式就非常像家庭的一個樣子。可以讓那個整個家庭的氛圍可以進到這個學校裡面，讓這些學習比較需要幫助的孩子，他也可以從同儕當中裡面學到更多。所以一個孩子在這個學校裡面，全部人都是他的同學，其實感覺是非常溫馨的。所以這行中講到嘅就係，係講用安尼嘅方式，安尼角度來看社學教。社學教就係一個大家庭，一個大家庭同教書講嘅同社區結合起來，係咪一個素材就會有行卡有感情，行卡大家有凝聚力，一個素材嘅希望同文化，係咪就會比行卡當然來看到，也就係希望講，將來也到成年嘅卡社會學教，亦有機會發展出自家嘅特色。韓國呢，有嘅可能有機會行向聲音教育，故所講嘅，我哋看一套影片就係，其實也係當到嘅學校開始喺講轉型，而開始傳統自家嘅特色，一條特色韓國 TV 大家按樣來做到，先來看苗栗教育嘅社會啲嘢。乃係4年生，乃係第4場地度。學生嘅第90條前，當有此時呢用物料學法設計設計，其他嘅同學見堂見定定用平板來查行業按樣為圖，大幫線上嘅帶領，一禮拜100嘅行業教天課程，實現強化提升行業能力。唔該嘅客家話嗬，個模針唔係排斥行嘅，唔係客家人。唔過嗌客家話聽跟小孩子一起學，其實也是一種樂趣。他們常常糾正我的發音啊，還是都懂後啊，他們會願意講啊，因為老師你的課語那麼爛也可以講。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大家好法係苗栗英文教學資源中心嘅教育國小，未動從事學生嘅英文能力。大幫學校先生批定一啲每個是先生在嘅成績嘅英文課，外省人嘅行下上愛落學，安尼嘅教學方式得到一度加重檢聽。因為我們就是這個課程的推動，教師的專業啦，還有整個環境的營造，就可以讓家長整個社區他們就會口耳相傳。其實啦，一個少子化啊，只會一種刺眼的現象。人家都冇本自家壓啲安排，講啊一天咯就成一度一度。其實青春也係一個過程當中咧，人家就欣賞有進步，學生嘅有進步，安尼就會今後嘅發展。大幫動用嘅學習為客家文化藝術，自然嘅勇敢嘅課程韓國成法。現正教育國小係全台灣頭一間多年之內行業雙語聲音學校，3萬嘅喺本地嘅教育基礎下提升學生嘅國際競爭力，同時你冇填動題本語嘅基本，問題呢就成辦學。教育係全台灣頭一間呢用客話同英文來作為多用智能聲音小學校。故所講大家看得出，其實
家长看到学校的办学有个新的体制过后，就会想要同学生的送去给读书，有的家长係跨期送生人去读书，也就會講哦，其實學校是會判出嚟同一般的教學方式無相同的體制，確實係上嘅當然呢，安尼係咪就真正係學校做得增加學生嘅一種方式？而且來看，中網嘅 TP 關心一個小學校嘅議題，就會認證小學校開始增加過後，剛剛一開始有同大家講到112學年嘅小學校嘅學校嘅總數喺小學嘅部分有2626間，唔過呢，重點不用睇130年以下嘅學校嘅時節，其實呢，有38.0%嘅學校，係130年以下。也就係講呢，其實係卡體咧差唔多係1/3。再過來看到，講嘅一般嘅小學校，可能就講係53年以下，53年以下呢，差唔多卡體會20%。也就係來看全台灣嘅學校，差唔多有5間，就會有1間，嘅人數可能係喺53年以下。韓國也有所採嘅，無論係採體嘅人口，係後生人嘅發展，也係講高齡化嘅發展，其實喺一個數目時空都看得到。來看到係講呢，用比例嘅部分來算啊，其實看到嘅係一個縣市排名，係全國嘅小學校嘅比例，青島嘅所在係睇內，澎湖、花蓮，再過來係台東，也就係講看得到係睇離島韓國華東地區，韓國呢，誒台灣西部嘅一條中南部一條較發展農村農業嘅一條所在，其實呢，都看得出，當到後生人都離開家鄉，出外種去打拼。故所講，睇小學校開始增加嘅時節，人家講到體制嘅辦學、體制嘅內容係學校開始愛賺錢嘅一啲機會同開始。故所講呢，升入學校嘅數量啊，同家嘅小學校來比，其實小學校嘅數量係見來見到。當然，升入教育未見來見到，就係大家長看到嘅升入教育嘅新嘅可能。故所講睇下片，我先請講係黃校長，校長。其實南河嘅時候就係升入教育嘅傳統嘅學校。唔過呢，看起來。學校我先推出有體制嘅內容，增上嘅到家長，唔係我看睇學校辦學嘅時節，我要推出體制一件事情。我這邊先提出來一點啊，剛剛看到這個表格，我們大概就知道現在的家長哦，對非認知的一些技能功能的學習哦，都已經怎麼樣，他的觀念就已經往上提了，而不像以前我們只有死記一些知識哦。所以我覺得這張表格其實反映出我們家長都在進步了。家長的想法都改變呢。對，還有就是說我這邊想要談到的，就是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教學。其實每一個學校都有它本身的特色，但是你要用哪一種特色去吸引這個家長，這是很重要。尤其在偏鄉，我們的實驗小學，如果你沒有一個很有特色的一個教學方式後，或者是一些，比如說像教學模組這些，我看很難去吸引家長過來。那南河之所以會成功，就是因為我們引進了耶拿的這個實驗教育。那耶拿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所謂的一些做法吧，比如像成圈。對。我們講的以前叫做晨光時間，那現在叫做成圈，大家都圍一個圈圈。那我這次去愛沙尼亞帶學生去的時候，他們也在做。這個成圈有它的好處在，什麼原因呢？是因為校長站在前面，或者老師主任站在前面，學生圍一圈的時候，他有辦法了解到學生今天想要學什麼。因為在下午可能有一個世界導向的課程，他們必須要去討論，所以這個實驗，這個成圈，讓家長能夠了解到我的孩子真正需要什麼，他可以跟家長，跟老師反映。所以這很重要。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像這一次我們的那個班親會，他有提出來的一個叫親師圈。親師圈，大家都坐在那邊，了解了一下，就是說家長的需求是什麼，老師可以解決。其實我覺得我們學校耶拿的這個實驗教育在成圈這個區塊做得非常不錯。那現在還有就是每一天下午的那個世界導向的課程，當然世界導向的課程的主題要從哪裡來？變成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現在台灣的老師他還是有一種比較灌輸性的，直接把一些主題灌給學生，我要做什麼。可是，在耶拿這個教育裡面不是這樣的，讓學生出去觀察就比如觀察10分鐘回來，你想要做，比如蝴蝶，他看到蝴蝶了，他就會跟老師講說我要做蝴蝶做什麼，然後去研發這個課程，讓小孩子做出成果，在最後面一個
作为一个成果的展现。我觉得实验教育真的非常的不错，真的非常不错，而且是我们南和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啦。講到一個體質的部分啊，加高中講到啊，其實佢哋作為係越南實驗教育用一個理念來去教育佢哋嘅學生嘅。是唔講呢？喺南學佢係一件公辦的聲音學校啊，公辦的聲音學校其實佢哋都會欣賞，都會一般的人講嘅特殊出來嘅都欣賞，而按用嘅提呢到聲音教育嘅理念，韓國聲音教育嘅教學方式，一部分我請教下教授嘅就係人喺做師資培訓嘅過程當中，因為第一下要按到嘅體制嘅教育，韓國又係有聲音教育喎，嘅線上嘅培訓會聽定一下人嘅教學嘅方式，教學嘅想象模樣樣，要韓國到嘅培育線上嘅方式係。是，所以我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讓他學習怎麼釣魚，而不是給他魚。安尼教育嘅方式啦，其實要關注也部分啦哈。所以安尼頭嘅師資培育嘅部分啦，最重要就是讓我們這些老師，他能夠結合我們在地的這個環境，來發展他們的課程。那此外呢，最重要是能夠適性的根據孩子的需求。那學生的需要，我們發展個性化、適性化的教育。當然，我們從我們的實驗教育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那個動手實做的能力是很重要。安尼聲音的，不脫俗，但是沒有走，這兩個要結合在一起。因此，安尼更重要是我們師資培育要重視我們身心靈的結合，讓我們的孩子或者我們的老師。你身心靈都結合在一起，成為我們是一個好的公民，一個善良的公民，讓我們的社區可以更好。剛剛提到的，那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啊，要集合全村之力。其實我們要發展的地方，也是集合我們的老師、校長、學校、學生、家長、社區，大家一起來，讓我們的社區更好。古所講我傳統一種體式的內容。其實係全教嘅總統嘢，唔係就係線上教書要注意嘛，韓國教長來帶領好教行向嘅發展。故所講三下來嘅線上嘅嘅能力培育，其實係當重要嘅。當然咧啊，所以啊嚇，安尼要更用嘅重視嘅實作，唔係講哪個講理論之後，我們知道實驗教育最重要是那個理念嘛，那個另類的理念。但是那個理念不是只有跟他講而已啊，你要帶着做啊。所以像剛剛提到會成圈啊，我們食農教育，我們校長帶着孩子繼續做啊。我們強調了國際教育，那校長就帶着孩子，帶着老師一起跟那外國人一直可以用英文來溝通啊，一起來上課啊。所以怎麼讓這個理論跟這個實作跟我們的在地的環境結合在一起，就可以達成這個讓我們的老師來改變。唔係搶睇課堂上用理論嘅方式，實際去做韓國去了解採體嘅需求，其實係當重要嘅。故所講執行長嚟請教下，台灣有按到嘅學校開始傳統聲音教育，雖然講還繼續增加，唔係人講嘅一般嘅主流嘅一種教育方式，不過下來一定行向按嚟嘅教學嘅發展方向。係咪尤其國外也係講看到嘅其他經驗，真確實。認同講，按呢個方式喺台灣係做得到嘅。台灣像少子化的問題，也不是只有台灣自己本身所獨有的，其實在世界各地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少子化的問題。所以像歐洲、美國、日本等等這些國家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所以我們中心就到了歐洲去看了一下，看他們怎麼去做所謂的小校的經營。我覺得他們的小校經營是非常有趣的，像例如說混齡教學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到幾乎整個學校當中的一半的孩子都在一個教室當中裡面，可能這個學校只有50個人，一個班上只有25個人，所以他們就採用混齡教學的方法，就是從1、2、3年級、4、5、6年級做不同的混齡教學。那更有趣的是，他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裡面，他們也會把這種學習的成效。做更好的分析，讓這些大校也可以看到，原來混齡教學也是一個大校也可以採用的方式，包括老師的個別指導啊，或者是在比較偏遠地方借用網絡上的學習，都不會讓孩子覺得沒有辦法學習的這種機會。那同樣你也可以看到說，在這個教授的過程當中，雖然是混齡，我覺得混齡當中最大的好處就是大的帶小的，哥哥姐姐帶，對，而且小的會覺得說大的好棒。
彼此两者之间都获得很大的满足。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洲的乡村小校的教学方法，反而后来却影响了都市形态的教学，是让他们学校变得更加活泼，使得说我们在乡村小校的一种教学方式，其实是可以被大校所借鉴的。古所讲这项总共对你的就是小学教育小总共係說小歸小，唔過夾嘅傳統嘅方式教育嘅理念，其實係得太學校嚟學習嘅。就會認真太學校可能係行嘅一般嘅教育方式，而可能係較傳統大家都啲嘅嗰種印象嘅教育方式。如果有到行較彈性、行較生活、行較無窮用嘅教學內容嘅時節，其實會想嘅大家想要嚟學習。按你嘅想法，我就會用到睇自學嘅部分。我講下口語，其實人家都自學嘅，也都有家長啊。人家哋嘅方式係共學嘛，其實有當到嘅家長都係開家強下帶定聲音嚟學習。故作講針對一啲特色嘅內容啊，無論係人家哋設計創作也講，人家哋會學習其他經驗。特色一件事情，咩係人家哋想要搞本，人家哋會聲音嚟嘅部分。學校的客家話叫做學教，學教就是說會玩很重要。學教嘛，會教嘛，像講我初本人啊，同聲音嚟去行山路，該插該兩強，插咗來，我們就全豬來入菜，該聲音呢，佢會記得兩面西，馬會記得兩行過嘅路，該脈絡式的情景教學，它可以讓小孩，做得走，做得教，個做得學，個做得深落去，哎呦，所以。我也回應給學生動手做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吼。該批判式的教育會讓小孩也有多元的一些想法跟看法，這就是我們說的生活裡的教育發展而來的。那我們也常講說，以經驗知識化的教學為主軸，在生活當中創造一個學習的地方吼。該我哋嘅課程啊，有分山海田。山海田。台灣係以農立國誒，該去年該食農教育法才剛通過嘛，表示大家台灣人政府都知道說，這件事情要開始重視咯。台灣嘛係一個海島嘅國家，那海洋教育清少，同到生意呢同江水，我哋會同生意呢去游水、去潛水，也會去離島。我們要讓小孩可以愛海、敵海、識海，還愛沿海，因為是海島國家嘛。台灣的山林更加豐富啊，我哋會生意呢，其實會滿山都去走，尤其係我哋新竹縣，我們的大山小山非常非常的多。新竹縣有13個象徵咯，我哋有一隻主題叫喊做西澳嘅風中13米。我就會吐聲音呢，迄個象徵帶3日5日，喺竹圍菜市場嘅周邊開始去請當地的味道，一個味道，對，當地的食材，記得有去家煮哦，去家下食譜，聲音嚟去家下食譜，請咩些過程。你媽留客家嘅文化潛進來咧。其實無論係用自學嘅方式，自家學習、家長帶定，也係講人家學校開始傳統特色嘅內容。其實有一個重點就係在地嘅文化、在地嘅內容係得的行家當然來認識嘅，也係人將來希望帶本聲音嚟嘅。故所講呢，因為也到特色嘅內容傳統過後，有啲學校開始想要來做轉型聲音教育，為學校尋到一個生存嘅機會。韓國希望向行家度嘅家長來一間學校讀書。加工到位南河國小其實係苗栗一間傳統聲音學校一成功嘅啲嘢。因來看南河國小係用嚟做家度嘅聲音教育。南河國小傳教總統節。高年級嘅學生嘅盤塔嘅，中等年級嘅學生嘅負責搭建樂器。一年1禮拜100由專業嘅北京先生去學校教學嘅北京課，對民國83年到期墨色提高。清基本嘅聲音咧，有個對北京嘅概念，概念，個本嘅了解，客家北京對呀傳統文化，客家文化，佢強妙嘅禮儀，佢基礎嘅。自身嘅禮儀，
一个了解。我喜欢班课，因为可以学一些乐器，然后可以出去表演。然后有时候在庙里，有时候是过年踩街的时候。垦丁烤肉，垦丁烤肉可以。台北的西门町。90地度的鼻腔的考场，5、6年级的学生们共下上课，现在学生们都操题体内空，针对考场提出想法讨论，也是南华国小一定有特色的教学方式。每现在安尼，上一道家长带小人的跨期来读书。小人讲徛书，都当个就要讲法，来讲要种嘅练习同学，因为就要讲也心性就要安尼慢慢练出来。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个班1年生带1年生，刚刚俺们以前个1年生没有，也1年生，做得9年了，俺就讲过，安尼也有成功。比如说，他们就是有那种对话、工作、分享这样的方式的教学，他们世界导向课程，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会带大家从生活环境去学习认知，然后民主素养等等，这都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写国字蛮有趣的。哦，你觉得写国字蛮有趣的啊？你有南华国小对1年生开始做亚那声音教育的创新训练学习，现在也是学校经过2流加5流，再个深度继续办学的机会。实验教育有一个特性，它就是永远的要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尝试，就每年都不断的在做修正，不会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会调整，会视我们的孩子目前这一批孩子的状况来做微调。为小人的读书读好，改变传统的办学方式，就会希望由北港人研究会嘅社学教继续睇专业度方做好教育，韩国做盘的角色。亚小人的上课，就像刚刚看到的南华国小的学生嘅，唔係啥啥都坐喺桌頂方，堂線上講課。其實大家嘅上課方式，南華國小嘅教學內容，如果要到聲音教育更一類過後，其實學校嘅辦學更加創新、更加彈性嘅。故所講呢，小人呢要動到嘅。是的，做到嘅物價嘅機會哦。故所講呢，也未看到嘅聲音教育，其實為小人呢帶來嘅無窮樣嘅提升嘅發展。總共就係人家看到嘅南華國小，其實係人家大家所提嘅很多學校形態嘅聲音教育嘅學校，也就係講睇下嘅聲音教育嘅。分別地度分做3種類型，一般大家較提嘅就係一般嘅學校，轉型做聲音教育，也就係大家講到嘅學校嘅形態。韓國呢，也嘅學校可能係公立嘅，沒有可能係私立嘅。現在辦學嘅理念改變過後，用聲音教育嚟推動。再過來呢，就係另外一種啦，係很多非學校形態嘅，也就係見邊嘅像可以來嘅，佢哋就係經營嘅團體。自學的團體，佢哋咪做得講係人哋聲音教育嘅一部分。再過來就係還有一種形態係公立學校委託私人嚟辦理，佢就係人講嘅公辦民營嘅聲音學校。接上睇一度演示都會看到，佢可能係私立嘅很多華德福學校，等等嘅都係有可能都係一種公立學校嘅方式。一總共就係人係講看聲音教育，佢做嘅本做一講嘅學校形態，另外一種就係唔係學校形態，可能係經營無咗團體結構等等咧，就係講一條聲音教育嘅內容，其實見來見到用過後呢，大家我看到嘅就係大家希望講一個聲音教育會為人嘅學校、為人嘅教育帶來新嘅機會。今日裏邊咩講到嘅，當到新嘅嘗試，做得係聲音教育嚟做到。故所講實際嚟看，聲音教育其實係改變現有嘅教育嘅想法和個想象，要更加多嘅彈性嘅。以學習嘅人為主，也就係一條學生嘅韓國呢，師生都係強體嘅，大家強下嚟學習。再過來就係有天天嘅教育理念，從家下南學國小係亞那聲音教育，有啲學校佢可能係華德福等等嘅，其實都係無強用嘅理念。如果嘅理念過後，人學校就照正嘅理念，大家強下嚟做，就有可能會成功。再過來就係其實做聲音教育嘅學校係當強調自主學習，再過來呢，係講做到一條部分之後，有可能為人嘅教育帶來新嘅機會同新嘅發展。故所講教育，
南河贵社的经验，我想家前面没有分享到当到位。南河贵社人家传统的情形都铁8年的吼。铁8年来，也个好教的判好进来见问题，没想个当到的家长来大声言来一篇投诉，唔家没有同大家讲到。故作讲声音教育真正喺南河贵社签到新机会开始。我刚到南河大概8月1号到现在了哈，就我的观察了哈。然后这个实验教育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他比如说像他早上是8点上课，8点上课，然后学生呢坐公车来的时候是8点10分，然后呢就来了之后就马上就直接像类似于聚会或者是大成圈，那大家讨论一些事情或者各班带回去讨论，然后再过来打扫时间。那现在比较就是在国英数这3个区块大家都认为说，那你这国英数3个区块，你要怎么做实验教育？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然后我们有跟那个郑崇辽那个教授，我们有跟他讨论一下，他也是建议我们就用108课纲去处理。但是我们把那几节课呢，就改为每天的3大节，3大节。那到下午的时候会变成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实验教育，那个世界导向课程。让小朋友跟老师去讨论，你今天下午要学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周计划，在我们直接整个执行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周计划写出来要教的，交给校长看的。我觉得这个在世界导向课程这个地方，它因为它的那个主题的来源很有可能是学生的那个知识，也有可能是老师的，也有可能是就是说我在哪个讯息上面，比如电视上面看到的，我们都可以当做一个主题。但是是由学生自己主动性的去收集资料，他要做什么，他去跟老师报告。老师说 OK， 其实老师是等于一个小小的音架，在辅助他。如果他真的偏差了之后，我们再把它导正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学习。所以很多在那个同学们在世界导向这个课程里面，他们的成效都做得非常好，尤其在后面。所谓耶拿不是有4大支柱吗？对，一个对话，一个工作，一个游戏，一个分享。在分享这个区块里面，他们其实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就训练他能够解决他现在碰到的问题。故作讲好教做在安尼做，给安尼家长啥应用来做声音教育。刚我想可以同分享当中，也就强学团希望来带声音来去做学习。故作讲也就声音教育，其实係也就一開始嘅先車。當然，現在都也下唔似架聲音嘅，伊啲國中嘅，伊啲高中嘅，都係係繼續用安尼嘅方式嚟做。就係也就看到聲音教育真正係也就想要做到嘅一件事情。看聲音嘅，我聲音係感覺這樣子做很幸福。對，因為他可以做他自己真正很想做的事。像我睇最喜歡畫畫，佢設架設備，設架去講，佢做要講老外講幫我匯款，這樣佢設架嘛會設架賺錢係高中咧。咁其實我覺得環境啊，老主位嘅態人，董聰優，就是說我們有一群大人還蠻甘願支持小孩做這個等待跟教學，等待小孩可以了，然後也不會在小孩就是還沒有準備好就強迫灌輸他知識，這樣子，就是我們主要有維護這個孩子與生俱來的一個4大特質：勇氣、創造、熱情，還有堅持。該團體嘅用嘅有動刀啦，我哋嘛唔會一種團體，然後叫小孩就說，你就要適應這樣子我們親子共學的父母呢，就是在給細人嘅動些時間，就開始睇一家強下來練習乜嘢呢？我哋唔會打罵細人嘅，唔會威脅、恐嚇，嘛唔會利誘。我哋有聲音嘅，該我哋有聲音嘅，在舞步的環境中成長，他們其實不會迴避衝突啦，也會很積極的表達說，你係我相愛嘅，你係我係咪準備好哦？佢就會老我哋講然後也會去練習整個團體的合作，尤其係現代化競爭力這件事情啊，其實已經有研究了，兒童憂鬱症的比例是逐年加高的。對，所以我們也傾向是以合作去取代一個競爭力這樣子。
所以我们的小孩大部分的学习是以经验为主的。哦，经验为主。也会啊，做迄爱到该细年的老师，该一只团体按导人，其主要动导的老师，像爱到的主题教学迄混龄的，爱到有胎班到国中，混很大这样。可是不同的年纪共同的学习是互相共同的理解，这样子的成长就是他可以，我们可以。我认为我们可以教出可以比较接纳别人，好，也可以马迪去改能力都哪位嘅声音的安样。做得接触其他人，韩国咩第七个能力提哪嘢声音呢？就像刚刚可宇讲到嘅，其实家长同学生嘅同声音嘅选择哪种嘅教育方式，都会希望讲佢哋生下来會有更加好嘅成長嘅空間。唔過呢，喺講到一件成長一件事情，當到位家長係嘅希望講，聲音呢，我成班睇一啲有競爭力嘅環境，咩競爭？我成班睇有競爭力嘅環境，將會有按到嘅社會開始出現。故所講這行作，我先強調吼，競爭力一件事情，睇人嘅聲音教育地度咁做得到。韓國呢，睇一下大家睇按上去。來傳統嘅聲音教育嘅時節，按用嘅同一的家長講，按嘅聲音教育嘅未來機會。在所謂的競爭的過程當中面，我覺得在實驗教育當中，它跟一般的學校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做法。在實驗教育當中，它不會強調是一種競爭，它強調是如何人跟人之間的合作。所以我們強調是合作代替競爭，共好代替互相對抗。我們用這種方式來讓孩子了解未來的教育當中跟實驗教育是有密切相關的，包括你如何在實驗教育過程當中面得到釋放你的天賦，在第二個部分當中你如何與人共好，第三個部分是在未來世界當中其實會遭遇到非常多很難去預測的問題，但是在這裡我們就給孩子很多的空間，讓他試着去理解那種生活的韌性、智慧的韌性。如何去面對未來的挑戰？我想在實驗教育的發展的困難當中，裡面其實有幾個關鍵點，包括是學校內部本身的問題。學校本身內部，它需要跟家長有一致的見解跟共識。同時在整個互動的過程當中面，學校要有心，就是當你有心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所有的外在的力量都會盡量會協助你。那在台灣的發展這個實驗教育的困難當中面，其實有一個很關鍵性的外在問題，就是它的師資的培育還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狀態。像我們剛剛提到混齡教學的過程當中面，在整個師培系統當中就比較少針對這種混齡的學習的模式做一個很好的師培，包括理念上的設計、操作的方法、學生學習的成效的評鑑，以及它有可能跟民主教育之間連結的關係。所以這是我認為在未來在發展實驗教育當中裡面，內部的問題是學校本身如何形成一個共識。那外部的部分包括師資的培育辦法，以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支持，我覺得在整個未來的台灣的實驗教育的過程當中，才可以做得比較長久的一個觀念。其實聲音呢，佢可能睇較細時節，佢可能冇自主權去選擇佢想去做哪種嘅教育方式。家長都係做家長人，爸爸媽媽同佢選。如果選一般嘅教育也好，也係講聲音教育也好，故所講家長睇選擇嘅時節，係唔係就要先對聲音教育有認識，了解到真正那種係適合我聲音嘅，按嚟嚟選，其實對聲音嘅許多好教過後發展呢，過程當中會更加好。大家聲音呢就冇空調。嗓都冇空調，給他心沒冇空調，給他身體的各個部分沒冇空調。所以我們不能用一種課本、一種同樣的模式、一種教學方法來教育我們所有的孩子。所以呢，我們才會說要因材施教。你要教育你的聲音呢，而先了解它的特性，先了解這個孩子的不一樣的情形，哪些地方，然後了解他的師資。了解我們在地的環境有哪一些資源可以提供，了解它未來的發展，然後考慮這些，大家建立共識，然後他把共哈集合全村之力，一起來教育我們的孩子。按你講做得比聲音嘅程度真正合適嘅學校，因為有條聲音合適太好教，有條聲音嘅係較合適嘅係細好教係冇。沒有錯，有一些孩子啊，他的特性就可能就比較適合比較小型的學校。我們知道
很多孩子的个性不同。以前呢，班级数很大。当我30几年前我当老师的时候，我一个班级是50个学生，这50个学生我怎么教？我可能就是用很严格的、很严厉的方式、统一的方式来教，我没办法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个别差异。但是我们知道，大家生命呢都有它发展的空间，都是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未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适性的发展。因此呢，我们帮我们的孩子要挑最好的环境。有些孩子，他可能适合在家自学，有些适合我们的所谓的公办民营的实验的学校，有些适合大型的学校。大家生意呢，给适合的环境某空邀。家长要先做好准备，未生的套。没错，所以家长一定要放开你的心胸，要多了解你的孩子，然后多跟其他家长、多跟老师，大家一起共同讨论，那到底我们怎么一起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大概这种是学校的家长讲，教育我们的孩子是集合全村之力，要一起来教我们的孩子，而不是你只有教你自己的孩子，他可恐吓的搞。因为你特别古人所说的蓬生麻中，不服自子。他给他生意的后，你的孩子会更好。古所讲，按你的方式，研究想到的就一件事情就是，亚太家强汉说啊，七家生意的保，三下来迄太家强下来保护也着太家嘅也着保庇哦，因为也着生意的呢，係將來因社會方嘅。行業希望，一個希望喺一個過程當中，會用嘅培育機，其實係靠我哋家長嘅智慧，韓國聲音呢，家嘅企業嘅提醒，我先睇一個成長嘅時節，就俾大家看到，按你當做嘅危機程度，合適嘅一個教育方式。總共就係社會教可能會面對生存嘅危機，唔過呢，社會教可能喺一個發展嘅過程當中，因為聲音教育提升嘅理念過後，會有啲新嘅機會，係帶領大家向下來思考韓國討論呢。行業部社會教育未來會行向哪種方式？以上就係今日全面會針對一條社會教育嘅生存議題來做嘅討論，未帶大家來認識聲音教育。行業禮拜每場記得準時收看我哋節目，現在會按指示。